人一脸怒气地闯进美国顶尖科研机构，只因他价值500亿的老公被人偷走。自从幻视被灭霸杀死之后，他的尸体就被天剑局局长抠了下来。旺达想让爱人入土为安，可局长却拒绝了他的请求。毕竟在军方眼里，幻视只不过是一件价值不菲的震惊武器，埋进土里实在是浪费。看着爱人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身体，旺达的心都要碎了，愤怒的能量爆发而出，瞬间把防弹玻璃整个稀碎。所有警卫举枪戒备，却无一人敢上前一步。旺达轻抚幻视的额头，尝试用魔法找到最后一丝希望。可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绝望的他只能默默离开。回到车上，看到幻视生前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突然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开车来到了信上的西京小镇。原本幻视打算在这里组建他们的家庭，可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可能。看着未建成的地基，这一刻他再也承受不住，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紧接着，强大的混沌魔法从他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并迅速向他聚集。眨眼间，一栋房子就拔地而起，而继续扩散的力量直接影响了整个小镇，将这里变成了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最后，他又拼尽全力，用他剩余的混沌魔法，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幻视。就这样，幻视在他创造的世界里再次复活了。Welcome home。两人也终于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而旺达用混沌魔法修改的小镇，不光与外界完全隔绝，甚至连小镇上的人都被他完全洗脑，受他的控制，陪他演绎一段浪漫的爱情情景剧。在这里，原本靠着贴广告生活的落魄乐师，成了小镇最受欢迎的钢琴家；孤苦无依的老人，也有了幸福的老伴。所有人都生活在了这个幸福的童话世界里。而旺达作为这一切的创造者，他更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可好景不长，这天幻视出门工作，旺达独自在家打扫卫生，却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走出屋外查看，只见花丛里有架颜色鲜亮的飞机玩具，机身上还有天剑局的标志。这显然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东西。艾格尼斯的突然出现打断了旺达的沉思。随后两人去参加了小镇女性俱乐部。正当他在跟女邻居聊天时，旁边的收音机里却突然传出莫名其妙的声音。随着收音机的爆炸，邻居手中的杯子也跟着破裂，流淌的鲜血在黑白世界里显得格外刺眼。晚上，两人正准备深入研究震惊的魔孙保养时，奇怪的响声再次响起。幻视气愤地出门查看，只见马路中间的下水道井盖开始松动，一个戴着面罩的养蜂人钻了出来，衣服上还印着天剑局标志。旺达意识到天剑局已经闯入了他的世界，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现在的生活。于是他运用混沌魔法修改了时间。他和幻视来到了一个新的故事线当中。幻视说想要一个孩子，旺达的肚子就立刻大了起来。随着新生命的到来，旺达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周围的环境也随着他的心境从黑白转变为彩色。这刚出生的双胞胎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哥哥快银。 I had a brother. His name was Pietro. He was killed by Ultron, wasn't he? 杰拉丁的这番话让旺达非常吃惊，因为小镇里的人都被他用魔法控制，赋予了新的角色和记忆，不可能记得外界发生的事情。杰拉丁还想解释，旺达却看到他胸前天剑局标志的项链，意识到对方是来自外界的不速之客。只见旺达手心红光闪动。
杰拉丁的身体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冲破小镇的屏障，重重摔在地上。部署在小镇周围的天剑局迅速做出反应，立刻将杰拉丁团团包围。显然，天剑局包围小镇的目标正是旺达。旺达还能继续在幻境中幸福的生活下去吗？注意看，女人面前有一道隐形的能量墙，她伸手去触碰，下一秒，整个人直接被吸了进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几天前，因为班纳的一个响指，被灭霸说灭的半数生命全部回归。认为自己只睡了20分钟的兰博，到处寻找住院的母亲，但医生却告诉他，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他的母亲也早已去世。原来兰博的母亲正是惊奇队长的好友，也是天剑局的创始人之一，本来应该由他来继承局长的位置。但由于朔灭事件失踪，泰勒就成为了代理局长。他交给兰博一个任务，去调查一起人口失踪案。他很快来到了任务地西井小镇，吴探员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两人了解到小镇被一层神秘烈焰隔离，并且外界的人都失去了小镇的记忆，包括相关的资料也都全部消失，仿佛整个小镇从没出现过。兰博决定通过无人机查看情况，可没想到，就在无人机接触屏障的一瞬间，便神秘消失了。There you go. It was right there. 兰博走上前去，伸手触摸屏障，却意外被吸了进去。Captain Rambo. Captain Rambo. 为了找出真相，天剑局在小镇周围建起基地，还专门请来天体物理学家路易斯前来协助破案。经过一番技术操作，他用一台老式电视机投放出了小镇里的景象，竟发现里面是旺达幻视在演情景喜剧，而画面里出现的演员正是小镇上失踪的居民。刚刚被吸进去的兰博也成了旺达的邻居。这一集也把之前的几个伏笔给大家做了解释，比如旺达在庭院里发现的彩色飞机玩具，正是兰博消失的无人机；还有旺达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奇怪呼喊，是路易斯和吴探员在外面的喊话。那个诡异的养蜂人其实是天剑局从下水道潜入的特工，只不过在通过屏障时，他变成了养蜂人的模样。而正在追剧的路易斯已经看到了旺达生孩子的场面。这时兰博无意中提到了奥创的名字，紧接着画面直接离奇消失。显然这其中少了一部分。就在路易斯检查是不是设备出问题时，突然营地外警报声响起，原来是兰博被直接赶出了西井小镇，而旺达则恢复了被破坏的房间，随后将屋内的一切复原，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此时幻视回到家中，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旺达定了定神，再次抬头时又恢复正常。他只想和幻视永远生活在这个地方，而被赶出去的兰博也终于明白，这个小镇的消失全是旺达所为。It's all Wanda. 当一个毁灭级法师被远轰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只见旺达拎着天剑局受损的无人机，随手扔到局长等人面前。面对如此强势的旺达，众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This will be your only warning. Stay out of my home. 兰博试图上前和他沟通，他知道旺达这么做都是有苦衷的，并想用帮旺达接生的经历取得信任，但旺达根本不吃这一套。I have what I want. And no one will ever take it from me. 旺达使出混沌魔法，瞬间控制了所有人的思想，随后小手一挥，所有特工就像枪口对准了局长。这操作直接把局长吓尿了，而旺达转身走向结界，并使出混沌魔法加强了结界的保护。这下再也没人可以打扰到旺达。回到幻境里，旺达和幻视继续过着幸福的情景剧生活。昨天才刚刚出生的双胞胎，今天就直接长到了5岁，夫妻俩都惊呆了。但邻居艾格尼斯却丝毫不觉得意外。中午时分，双胞胎从外面捡回来一只流浪狗，旺达认为他们联营太小，还不适合养宠物。不料双胞胎相视一笑。 Wait, now hang on there a minute, you young whippersnappers. 在艾格尼斯的面前又一下子长到了10岁。随后幻视来到公司上班，突然收到一条奇怪的邮件。可当他打开邮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同事异口同声地读着邮件里的内容，这让幻视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他用自己的能力唤醒同事，不料却释放出同事被压制已久的人格。You have to stop her. Stop who? She's in my head. None of it is my own. It hurts. It hurts so much. Just make her stop. 眼见同事越来越疯狂，幻视只好将他重新恢复。他意识到这些离奇事件肯定跟旺达有关。晚上回到家后，他跟旺达说起这件事，旺达却根本不在意。幻视觉得他有所隐瞒，他无法接受自己一直生活在骗局里。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Stop lying to me! This, all of this, is for us. So let me handle it. What is outside of Westview? You don't want to know. I promise you. You don't get to make that choice for me, Wanda. 旺达很是惊讶，丈夫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跟她讲话。但幻视惊恐地表示，他根本不记得来小镇前的事，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You are my husband.
You're Tommy and Lily's father. Isn't that enough? 可尽管如此，幻视仍然觉得控制小镇所有人的思想是错误的。就在两人交谈时，门铃突然响了，开门的旺达直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真正的快银出场，插战情里的快银居然来到了旺达的家里。 She recast Pietro? 连路易斯都忍不住吐槽，显然这是漫威准备重启插战警系列，期待狼叔等人的回归。回到正题，快银来到旺达的家里后，每天和两个小外甥玩得不亦乐乎，着实让这个家热闹了起来。今天是小镇的万圣节，旺达一身胸怀大志的绯红女巫装扮，实在让人不得不爱。而幻视着从头绿到脚的造型，道具组好一招杀人诛心。随后一家人来到街上玩耍，快银带着双胞胎开启了导弹模式，抢路人的糖果，砸坏所有的南瓜灯。正当大家玩得尽兴时，幻视独自一人在街上巡逻。刚开始还一切正常，可当他来到离家较远的地方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一对夫妻像机器人一样，不断重复着一个动作，无法诉说也无法反抗，而眼角滑落的泪水正无声地诉说着他们的痛苦。旺达这边正在和快银聊天，哥哥汤米突然觉醒了快银的超高速能力，而比利则觉醒了心灵感应的能力。此时天剑局基地内，局长和兰博几人发生了争吵，他想要用武力干掉旺达解救小镇，但兰博认为我们根本打不过他，而且跟旺达对立只会让事情更糟。双方意见不合，局长直接驱逐了他们，可兰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趁机打倒了神盾局特工，随后展开了秘密行动。这时路易斯通过局长的数据库追踪到幻视的位置，发现幻视正在接近小镇的边缘，而这里的居民更加不对劲，他们如同雕塑一样一动不动，这引起了幻视的好奇。他飞到空中俯瞰整个西井镇，除了他居住的区域，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死寂。这时他注意到一台亮着灯的小车，他来到跟前，发现邻居艾格尼斯正坐在里面，而他的状态也十分怪异。幻视使用心灵宝石的力量将他唤醒。 Am I dead? Oh, no. Why would you think that? Because you are Because I am.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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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尼斯开始疯狂的大笑，似乎精神受到了刺激，幻视只好将他恢复原样。随后他来到了小镇的边缘，发现小镇被一股能力屏障包裹着。为了查清真相，他艰难地撑开屏障走了出去，但屏障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磁力，想将他吸回去，可他还是硬撑着闯了出来。此刻一群天剑局的人包围了上来，而幻视的身体开始逐渐破碎。 They think he's dying. 下一刻，强大的混沌魔法迸发而出，结界以极快的速度向外扩张。天剑局众人被吓得落荒而逃，幻视成功脱离了危险。可愤怒的旺达并没有停手的打算，天剑局基地瞬间变成了马戏团，结界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改写。 躲过一劫的局长又重新建立了天剑局基地。再次醒来的幻视找到了被改写的路易斯，便用心灵魔法唤醒了他。在简单的了解情况后，两人开车离开马戏团。在车上，路易斯给幻视讲解了他过去发生的一切，包括被妻子前男友扣掉宝石。此时的旺达为了惩罚自己昨晚的鲁莽行为，他打算自我反省一天。这时艾格尼斯又出现了，他识趣的带着双胞胎离开了。此刻只想静静的旺达根本没有多想，但随后家中开始不受控制的发生变化，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同时，小镇外的无探员发现了局长的秘密，他竟然一直在尝试将幻视复活。兰博听后更加坚定了再次进入小镇的想法，他必须将此事告诉给旺达。随后，他找到之前为他母亲效力的古德纳帮忙，古德纳为他准备了一台特制的太空车。为了能安全的进入结界中，兰博还穿了特制防护服。 一切准备就绪后，他驾驶太空车全速朝结界冲去。可车子并没有顺利的进入小镇，而是被卡在结界中。魔法还在不断改写车身。发现不对的兰博赶紧逃离驾驶室。下一秒，太空车直接被结界气愤的弹了出来，一半已经变成了皮卡。兰博不甘心的看着结界，随后他不顾无探员的阻止，竟直接冲向了结界。结界内兰博不断被玻璃改写，但在他强大的意志力支撑下，终于克服了结界的束缚。出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瞳孔变成蓝色，眼中的世界也是由光线组成。超级英雄光就此登场，但他顾不上身体的变化，赶紧朝旺达家中跑去。找到旺达后，刚准备告诉他局长的阴谋，可旺达看到再次出现的兰博却十分抵触。还没等兰博说完，就使用魔法将他扔了出去。但此时的兰博已经具有超能力，接他一招还是绰绰有余。
就在旺达惊讶之时，邻居艾格尼斯再次出现，他打断了兰博的谈话，然后带着旺达离开，来到艾格尼斯的家里。旺达环顾四周，却没看到孩子们的身影。询问中，艾格尼斯说孩子们可能在地下室玩耍。旺达察觉到一丝不安，他来到地下室，四处布满错综复杂的图案，越往深处，发现这里好像一个魔法祭坛。这时他注意到一本古老的书籍，刚想上前查看，艾格尼斯走了出来。The name's Agatha Hartman. Lovely to finally meet you, dear. 突然，一股紫色魔法侵入了旺达的脑海中。原来他根本不是小镇的居民，而是一名古老的黑魔法师。最近小镇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他在背后动手脚，包括突然出现的快银也是他的安排。而他的目的是想夺走旺达的混沌魔法。作为漫威的法师战力天花板，旺达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暴打前男友团灭光照会，可如今却被一个女巫吊起来打。这个女巫到底是何方神圣？原来在数百年前，阿加莎是女巫团中的一员，却因为私自偷学黑魔法而遭到审判。女巫们不顾她的苦苦哀求，决定将她凌迟处死以儆效尤。随着数道光柱击中阿加莎，在痛苦的哀嚎声中，她体内的黑魔法被激活，开始吞噬吸收女巫们的魔法。眼见众人不敌，身为母亲的女巫团首领也终于亲自出手。遭到至亲背叛的阿加莎，在这一刻彻底黑化。她挣脱束缚，只用一击就将女巫们全部击倒，而她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干尸。受到欺骗的旺达想要施展魔法反击，却发现她的魔法失效了，而阿加莎只是稍一抬手就将她控制住。原来地下室早已被阿加莎施加了封印魔法的符文，在这个空间内，只有施术者才能使用魔法。他很惊讶，从没学过魔法的旺达是如何轻松改变了整个小镇，控制了几千人的思想。他研习数年也只能控制一只小虫子。随后他拔了旺达的一根头发，打开了旺达记忆深处的大门。为了拯救孩子们，旺达只好再次进入自己的回忆。年幼时的旺达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人总喜欢聚在一起看情景喜剧，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旺达的幻境一开始是黑白的。然而突如其来的爆炸打破了家庭的宁静，父母当场身亡。躲在床下的旺达看着眼前斯塔克工业的导弹，恐惧使他下意识地伸出手修改了炸弹。为了复仇，旺达自愿接受了九头蛇组织的实验。接触到心灵宝石的旺达彻底唤醒了他体内的混沌魔法。在复联基地中，那是他和幻视第一个家。他失去哥哥后，是幻视一直陪着他，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对彼此的感情。但幻视的死再次让他陷入绝望。终局之战后，旺达来到天剑局想拿回幻视的尸体，但是却遭到了局长的拒绝，原因是幻视的身体是价值30亿美刀的震惊。看着被拆解的七零八落的幻视，旺达无奈地跟他做了最后的道别。随后，他来到了原本要和幻视相守终老的小镇，看着便签上的约定，这一刻他再也承受不住。极致的痛苦之下，旺达彻底觉醒了混沌魔法，剥夺了整个过程的阿加莎已经清楚了全部情况，他用魔法绑架了旺达的2个儿子。You're supposed to be a myth, a being capable of spontaneous creation. This is chaos magic, Wanda. That makes you Scarlet Witch. 而在神盾局基地内，局长利用无人机上残存的混沌魔法，将天剑局的终极兵器白幻视成功唤醒。震惊老公复活了，这下旺达有的受了。这个男人实在太狠了，他竟然要杀掉自己的老婆。旺达还以为爱人真的复活了，可下一秒，白幻视竟死死捏住他的脑袋，硬生生将他拎到半空。旺达发出痛苦的惨叫。And I was told you were powerful. 原来白幻视是天剑局利用幻视的尸体制造的知性武器，专门用来对付旺达的。旺达幻视为了守护他们的家园，开始了分头战斗。红白幻视在空中展开了激战，白幻视一把抓住红幻视的头，就要扣下心灵宝石，却被一招虚化轻松躲过。红幻视转身一招虚化卡住对方手臂，二人的能力完全相同，从天上打到地下依然难分高下。而旺达这边却显得有些吃力，这是他第一次对付这样的对手。阿加莎祭出黑暗神书，书中有一章是专门介绍绯红女巫的。 See that of the Sorcerer Supreme. It's your destiny to destroy the world. 随后，阿加莎施法解除了小镇居民的控制，顿时所有人把旺达围在中间。面对众人的谴责与哀求，旺达十分痛苦，他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愧疚的旺达强行打开了结界，放所有人离开。而此时，天空中的红白幻视正在激情对射。随着结界的逐渐消失，红幻视的身体也逐渐瓦解，被白幻视从高空击落。天剑局更是趁此机会进入了小镇。而旺达看着丈夫和儿子们逐渐分解的身体，最终还是选择挽救家人。孩子们和幻视的身体也恢复了原状。这时，气急败坏的阿加莎趁机偷袭。旺达为了保护家人，开启屏障挡住攻击，而这正是阿加莎想要的。瞬间，旺达的魔法被其吸走一大半，旺达的双手都变得干枯。这时，天剑局特工也来到了眼前，身后阿加莎和白幻视虎视眈眈，腹背受敌之下，旺达一家决定共同作战。红白幻视再次斗作一团，旺达和阿加莎的巅峰赛正式开始。
而双胞胎则负责对付神盾局。比利一招精神控制将他们定在原地，配合汤米的招光速移动，瞬间将武器全部收缴。局长见状拔枪射向二人，关键是克光普及时赶到，并利用超能力将子弹全部挡住。气急败坏的局长准备驾车撞击，不料却被赶来的路易斯直接拦下。红白幻视两人能力相同，根本拆不了招。无奈之下，两人开启贤者模式，打算比拼智力。白幻视说他的程序设定就是干掉幻视。红幻视听后直接吕秀才上身，告诉白幻视他自己就是幻视，并将他的记忆传给白幻视。随着过往的记忆一幕幕全部浮现在脑中。说完便飞走，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旺达与阿加莎展开了最终决战。他不停地用魔法攻击阿加莎，但要么打偏，要么就是被阿加莎吸收。随着魔法被阿加莎大量吸取，旺达的样貌也变得十分苍老。阿加莎见状，准备给旺达最后一击，却发现自己的魔法竟然失灵了。这时，旺达的样貌以极快的速度恢复。原来刚刚打偏的魔法是旺达故意用来布下符文的，这可能就是天才和学渣的区别。随着王冠的显现，旺达不仅将释放的魔法全部夺回，而且连阿加莎的法力也一并收下。绯红女巫完整形态正式登场。为了惩罚阿加莎，旺达将她变成了好邻居，永远留在小镇。到了晚上，旺达和幻视像往常一样哄着孩子们睡觉，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都明白接下来的会发生什么。纵使旺达有万般不舍，但他知道总归是要回归现实的。随着结界的逐渐消失，小镇也恢复了原样，幻视再次变得支离破碎。旺达再次孤身一人站在空旷的地基上，在和兰博道别后，旺达向远处飞去。结尾有2个彩蛋，一位变成神盾局探员的斯克鲁人找到兰博，说他母亲的一个老朋友想见他，而这个老朋友显然就是福瑞局长。彩蛋2，旺达隐居在山林的小屋内，并用灵魂出窍的形式学习黑暗神书，此时却突然听到2个孩子的求救。本期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